今天讲这个马太福音13章44到46节，我们打开这个圣经。马太福音13章44到46节。好，我们应该读啊，马太福音13章44。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到珠子，遇见一个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个珠子。好，我们祷告。好，我们天父啊，你就是我们的一切，你就是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真是能够撇下一切来跟随主耶稣基督，他救赎了我们不再属于自己，他拯救我们的那一刻是何等美好的事情，是何等欢欢喜喜、欢天喜地的事情。主啊，你也教导我们要付出代价，要变卖一切，要买这块地，让我们真知道我们得到白白的恩典的时候，也要付出，让我们来共同来广传福音，来建造教会，求主来继续的祝福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呢，实际上讲了两个非常大的一个特色，就是这两个比喻呢，一个比喻呢是一个人在找那个珠子，找一个非常完美的珠子，他本身是一个商人，最后他终于找到一个很美的价值连城的一个珠子。他找到一个他一生当中最想要的这个珠子的时候，他把以前买的这些东西全都给变卖，就买了这个最贵重的。这是一个比喻。另外一个比喻是什么？就是一个人呢突然碰到了一个宝贝，而且这个宝贝就在一个地里，所以他把一切东西都变卖，买了这个宝贝。所以这里呢，注意就是有两个非常关键的意思，一个意思是什么？就是这两个人都非常非常的欢天喜地，都非常非常的高兴。你看到这两个人欢天喜地尤其是那个得到宝贝的那个人，所以他的这种高兴欢天喜地是一个非常大的特色。第二个特色是什么？变卖一切。他就是得到了他心中最梦寐以求的这个东西之后，他要变卖一切，所以我们侧重点是在这个欢欢喜喜，侧重点是在这个变卖一切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比喻的是什么呢？这个宝贝是什么？这个重价的珠子是什么呢？实际上我们在座基督徒都非常清楚，就是讲的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个宝贝但是呢，我们现在很多基督徒呢，刚信主的时候有起初的热心，后来时间长了之后怎么样？这个热心就淡了，不把宝贝当宝贝，把宝贝当作白开水，当作方便面，都觉得没味道了。这个越吃呢越乏味，就像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没有饭吃那肚子饿得咕咕响突然神从天上降下那个玛拿吃，是刚开始吃玛拿的时候，觉得那个玛拿太香了，大家都想一想，你在饿个1-2天吃那个东西你吃你最不喜欢的东西的时候，你怎么样你都觉得非常好吃今天早上我吃那个面包，在冰箱里放的时间长了，我闻那个味道，我马上就不愿意吃了，但是还是强迫自己吃。但是当你特别饿的情况下，你在吃那个面包的时候，觉得那个面包好不好？那无论什么样的面包都非常香，都非常好所以这个玛拿刚降下来的时候那些这个以色列人怎么赞美他们说就像一个掺了蜜的一个薄饼非常的美。
但是他们长期的吃吃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就怎么说呢？他们说这个就像一个新油就是可能新炸的油的话，闻那个味道可能不太好，但是就是可能是橄榄油什么油，所以说它像新油一样，他们就是厌弃这个玛纳，不把玛纳当做宝贝所以现在的状况也是这样，很多人基督徒呢刚信主那是欢天喜地非常高兴但是时间长了之后就开始厌倦就开始这个唾弃不把宝贝当宝贝。在这里呢，我们就要看到就是这两个寻宝的人、寻珠子的人他们真的是把耶稣呢当做一个宝贝。这个宝贝呢是什么呢？所以我们看到呢，在这个两个比喻的前面最开始呢讲的一句话是什么？天国好像第二个也说天国好像怎么了？这里讲的说天国呢好像是这样一个过程，它不是说天国好像那个宝贝，而是天国好像是那个整个这个过程，就是那个人把宝贝藏在地里然后买了一块地这样的话整个过程呢就是天国。这是什么意思还有刚才说的这个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钩子，遇见一个重要的钩子，就变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个珠子。就是他讲的天国是一个过程，天国不是那个宝贝，天国不是那个珠子。刚才讲了那个宝贝和珠子是什么？是主耶稣基督。那天国是什么？天国是什么呢？圣经上实际上有很多个解释最主要的有两个解释什么是天国？我们在启示录上就看得非常清楚，就是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就是天国降临，新耶路撒冷降在这个人世间呢就神的帐幕在人间。那个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就表示了天国的来临，就是再也没有了眼泪，再也没有了死亡，再也没有了哭嚎，再也没有了疼痛世界一片的和平，没有忧虑，没有烦恼我们现在在中国有很多的痛苦来到美国也有很多的苦恼天国是什么？就是你再也没有任何的一个苦恼所以在这个启示录你看启示录17章启示录21章3到4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情都过去了。这就是天国的真正来临这是第一种天国的含义。但是耶稣基督对他们的门徒又说了很多法利赛人问耶稣，那他们天国在哪耶稣曾经说过，天国呢不是你们说的在哪里，在这里，天国就在你们的心里。这句话怎么理解天国在我们的心里，这是什么意思？就是当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的时候，天国就已经开始了。所以天国有两种含义，一种是耶稣基督再来，那真的国实现；第二种呢是当耶稣基督跟我们在一块，圣灵跟我们在一块的时候，天国呢已经开始，神的国已经在我们开始。所以教会呢，真正的教会呢，实际上就是天国的一部分。你来到教会，你感受到耶稣基督，那就表明天国的一个开始这就是讲的一个天国的一个含义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天国的一个开始呢，是这两个人呢拥有耶稣基督开始。当人拥有了耶稣基督，他就开始拥有了天国。但是我们发现这两个人是两个不同的类型。第一个人是什么样？他是偶然遇到耶稣，偶然碰上耶稣，偶然找到什么宝藏。第二个人是什么？是个商人，他就是刻意的去寻找宝贝，找来找去，最后终于什么？找到了这个宝贝。所以一个是什么？刻意的，一个是什么？偶然遇到的。第一个呢，就是他是偶然遇到他怎么样？他可能在地里呢在这个除草，可能还是别人家的，帮着人家去除草干一些事情。在干这个事情的时候，突然怎么样？发现那个地里有一个宝贝他觉得这个东西太好了，然后怎么样？欢欢喜喜的赶快回家，变卖了一切，然后怎么样？买那块地
为什么要买那块地啊？因为有了那个地就怎么样，就有了耶稣，有了那块地你才有宝贝。这个就是跟美国现在是一样的。美国你要买房子的话，就等于买了它地下的宝贝了，也买了你这个房子上空的很多的东西。在中国不行的，中国你买房只能就是70年产权，而且就那个房子本身，你房子下面那些都不算你的。在美国的话，就说你买了一个房，还有后院，这个我当时我那个房子合同我没看，它是有规定，就是这个房子下面几十米也是归你的。如果在这个几十米真的发现这个石油，发现好东西都归你，知道吗？如果这个国家的法律不好的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那这个人买了那个地没用，因为你买了地，你就买了地皮上的东西，你地下发现的宝藏那也不归你，但是这个美国就是这样的。这个人呢，他是怎么样？他是无意中碰到这个宝贝，他不像第二个买珠子的人是刻意的。我在那个中国的时候碰上一个餐厅的一个老板，在云南开餐馆的，他的餐馆呢也建立教会，做得非常的热心，我去还给他们的员工讲就是他就我讲完之后他就说你就是待在我们餐馆再待个1个月，他说这些吃喝什么都不管，他是个非常热心的但是他也是个艺术家。我就问他你是怎么信主的，他后来当着很多人讲说见证，说他信主呢完全就是偶然碰上，所以有一次他到美国来这个旅游就加入一个旅游团来旅游的时候，旅游团就把他带到这个纽约有一个很大的教堂就参观教堂。当他们这个参观教堂的时候，正好那边正在受洗，他也就在那看这个牧师在那一个一个的施洗的时候，那个牧师给大家问就是还有没有受洗的，然后这个导游就问他们你们愿不愿意受洗。他那时候什么概念都没有，什么基督教受洗什么东西都没有。他看着那个这样子非常的圣洁，非常的美，他那个导游一翻译你们要不要受洗？他就说我要受洗，他什么都不懂。去就去受洗，那个牧师就把他按下去，他们就拿了，说整个过程呢，就是他根本什么意思都不明白，但是反正就是觉得好。等到他受完洗回到中国的时候，人家才告诉他你是这个基督徒就说你受洗，但是在那时候还不知道，还没信所以他偶然遇到了这个宝贝后来在中国他真是开始认识神接触神，最后信主，然后在那个地方开辟一个很好的一个餐馆一个产业很多人信主你就看到他这个是偶然得到了个宝贝，他就觉得这个东西改变了他的生命改变了他的前景。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是这个买珠子的这个人呢，他是一个很刻意的在寻找珠子是怎么做成的，你们知道吗？珠子呢就是这个海里的那个河蚌就海蚌就是那些东西呢他那个受伤之后呢，他就用那个沙子就是磨自己的身体这些情况都是很偶然的。然后就是磨了很长时间之后，那个沙子就是非常的光滑，就最后变成一个珍珠所以这个珍珠呢，实际上花了很长时间甚至10几年甚至几十年才能形成一个珍珠。而且形成珍珠的过程中，这个海蚌这个海里的生物承受了很大的身体的痛苦所以这是一个很长的过程。而且这个比喻也讲得很清楚，说这个买卖人怎么样在寻找珠子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珠子的话真假都很难分辨我在那个去那个山东那一带产珠子的，就是我因为肉眼看不出来他们说这个珠子价值好几万这个是几百块钱，我们根本看不出来，但是那个只有专家才能看出来从它的色泽它的这个密度它这个能分辨出来。他就在寻找过程中把那些假的排除，这些次的排除一直在找一个最好的珠子。最后他找到没有？最后他找到了，找到之后就怎么样？变卖一切这个人呢，实际上是一个他在主动寻求的一个人我自己的经历也是这样。我呢就是说大学的时候报了最后考的就是哲学系，学哲学所以很多人很纳闷，我们那个时代呢是刚刚那个改革开放
就是9·2年男生讲话之后在教育努力发展市场经济，大家都是在赚钱啊，学习成绩好的呢都要报这个经济啊、金融啊、什么国际贸易这些再差也要报一个法律这些东西。所以我当时为什么报这个哲学系呢？就是因为我对这个人生呢从小呢就一直在思考在追寻一个答案，就是人生到底活着有什么意义吗？我觉得这个人活着真是没意思，为什么？因为你活得再荣华富贵，最后还是死；你活得再有名，最后还是死。大家是在这个死的这个上面都是平等，所以死对每个人来说都是这个非常的平等，而且毫无意义，就竹篮打水一场空你看那个《红楼梦》，它就反映的就是这种思想，就是你整个荣国府、宁国府贾宝玉、林黛玉那么好，最后呢怎么样？哗啦啦一声呢就大厦倾倒什么都没有。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想，就是说，最后这个人都会死这个人类社会都会毁灭我记得在初中的时候，我们那个地理老师给我们讲课，讲说这个地球的这个寿命呢是有50多亿年嘛，好像是。他说就是50多亿年之后地球会毁灭。我就在想这个问题，我说那50多亿年之后会要毁灭，那我们活着有什么意思我们还创造这些人类文明我们还要不断的搞这个那所以那个时候对人生呢就是要找一个意义出来所以当时呢在自己的那个课本上找不到因为马克思主义他讲的就是人就是动物变的，然后为共产主义奋斗这些东西的话你就知道是虚假的后来报哲学系你就读这个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它讲的是一套什么东西？它就是说你要通过这个修身养性你把自己的道德提高把家庭的关系搞好然后呢你要成为一个道德上的圣人，然后你的这个名声你的功业立德立言立功在这个历史上像孔子孟子你这样的话你会在这个历史上会留下你的名字这样的话你的人生呢才有意义还有一个道家的这个思想，就是说我们呢要追求一个神仙的境界这个世俗的这些东西世界我们要轻开离开这个世界。包括这个佛家他觉得人生的烦恼就是因为人们有太多的追求，人们有一个善恶的分辨但是这个佛家这套东西呢对人呢还是很有吸引力，就是让你真是知道就是说世界上这一切都无所谓，你要寻找一个最根本的意义的话，你要超脱世间的一切。但是佛家也有一个缺陷是什么？就是说它是不讲黑不讲白不讲对不讲错的就认为人们太执着对错执着善恶所以引起了很多的纷争所以你也有很多的痛苦所以这个世界上没有善恶没有黑白这样的话就是说你明明看着这个社会上有很多的假丑很多的不公义的事情，他叫你不断的去超脱，这样的话这些罪恶都留在这个世界上，那你就内心不平所以他也还是解决不了你的很多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呢，最后我后来在北京工作的时候我就在去教会我认识那个耶稣基督，他们就告诉我这样一套这个信仰那时候我觉得这个东西是非常的宝贵它解决了我的很多的问题，它不仅解决了我死后去哪里的问题，死后去天国永恒的一个快乐，永恒的幸福，跟神在一块，跟那个代表着真善美，代表着这个时间的无限时间的永恒的真神在一块，解决了死亡问题。这个我们的信仰也特别既强调这个永恒的天国，也特别强调这个地上的公义。上帝怎么说的？还有像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他这一点呢，跟佛教又不一样。佛教的观念是什么？就不要这个地。我们知道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他是一个王子就在印度的一个国家里，他做王子，他过得非常舒服。但是他最后怎么样？他这个大彻大悟了之后，把国家都给丢了把他的孩子妻子在睡熟了之后，半夜他看着太太和这个几个孩子的脸睡得特别熟特别香的，看着那个脸的时候，他毅然决然抛开这些红尘他去这个出家所以当时那个释迦牟尼呢也下了很大的决心
他就是不要这个世界的。这个观念呢，实际上实际上也还是不合理的。但是我们知道，就是说我们的信仰强调的是你要在地上也要做美好的见证你也有天国的这个盼望所以这一套这个信仰可以说是我终于发现了，就是这是我一直在追求的。所以我的这个经历呢，跟这个是很相似，跟这个找个珠子的相似。找到之后呢，我们就会感到这个神呢是一个又真又活他是最美好的。所以在诗篇16篇2节写的：“我的心呐，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所以我们的好处都在神里面无论我们今后做什么，我们在家庭上，我们在产业上，各方面的发展实际上都在耶稣基督里诗篇73篇25节说的：“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你神来拣选了你，你就知道神就是一切，他就是那个最好的东西。你捡到它之后，就是欢欢喜喜、欢天喜地非常的快乐。这就是你拿到最好的一个东西的一个样子。第二一点，我们看到是说，当这个寻宝的人，当这个寻珠子的人他们拿到珠子之后，做了一个决定，是什么？变卖一切什么叫变卖一切一个乞丐说我变卖一切，那个容易不容易容易因为他什么都没有变卖一切一个大富翁他说变卖一切，那容不容易？那就难了。所以变卖一切呢实际上是不一样的。有些人说变卖一切，那本身就是个穷光蛋，他变卖一切也成本也不大作为一个富人呢，他要变卖一切，那有很大的负担除了你的金钱之外，还有你的权利地位，把这些都要变卖来保证这个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在这个腓立比书3章7到8节说，你看这是保罗他说的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把万事都看作粪土我们现在你看礼拜天聚会很多人就是说我身体疲倦，或者我今天去哪个地方去玩整个旅游这些，我们就当做这个比这个敬拜还要高贵的事情把一切都高过这个上帝万事当作粪土不仅是你的一个权利地位名声还有你这个肉体的享受这一切当做一个非常美好把这些东西都给它抛弃我去那个去年我开始学习这个教牧学博士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同学他是在以前是在台北这个银行工作他就是很快工作了之后，很快在台北这个地方买了房子。台北这个房子房价呢贵得要命可能比北京上海差不多他就很年轻买了这个房子就是他有很多很多的钱，很多的机会，包括很多美国的大企业，花旗银行这些银行在台北的办事处都给他打电话，就是叫他去做高级管理。但是呢，他是个基督徒，他曾经呢有一次他的母亲还有他向神许诺，就是说我要把一切都要分钱给神我要做一个传道人。但是他呢虽然有这个许诺呢，但是他基本上没有实现他还是忙于世界，忙于这个投资他觉得这个做的太有意思，创造那么多财富尤其后来到中国的时候，去北京去上海做了很多事情但是有一次呢就是他生了一个大病大病呢基本上是瘫痪了大概长达半年。那个时候呢，他就是想起了神对他的呼召就是你要撇下一切专门的服侍神。但是那个病好了之后呢，他还是没有兑现他的诺言，他还是没有去服侍神他还是在这个上海、北京呢做那些金融产业。有一次呢，他是从那个上海坐飞机要去那个台北本来他订好这个班机呢是假如9点但是他去晚了
去晚了之后呢，他一到那个机场的话，就觉得机场的气氛呢，就非常的不一样，很多的警察，很多的一些警报啊，就是说，他就去了台北的那个等的那个地方，他们就说就是他本来要坐的那个飞机啊，就出事情，就栽到那海里，就整个飞机的人呢全都死了。那他就当即就傻了，就说他本来如果要坐这趟飞机的话，从上海到台北，那他就肯定死了。神让他怎么样留了一条命本来要做的话就死了。所以那个时候他第一个想起来的就是什么？神再次给他一个提醒你不是说你要撇下一切嘛，要服侍神吗？后来就是他想的，前段时间他一场大病，他都没有听神的话。这次呢，神又通过这个飞机的失事呢，再次的提醒他后来他就是把这个工作就停了然后跟着太太说他们全家把房子也卖掉，然后到美国来读书读神学，读了3年现在在加州的一个教会服侍他就给我们讲见证，就是确实是这样，就是说抛弃一切我们知道在这个中国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传道人叫这个宋尚节他也是这样说他家是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在这个福建按照他父母把他给送到美国来读书父母呢也是希望他做一个传道人，但是这个人呢一到美国之后，因为他英文好嘛，他就开始学化学也不仅读了一个大学，然后本科研究生，很快他拿到了一个化学的博士这个时候有很多的学校找他当老师就是有些学校中国的叫他当校长就是他的名誉是非常高的但这个时候呢他又想起就是说这个他父母他自己早年立下的就是我们还需要奉献给神一切都放弃。后来呢他做了一个决定呢，去这个读神学但是他在纽约读神学的时候呢他这个人呢就跟那个老师争吵就把他给关到那个疯人院了关到疯人院就觉得这个精神病。他后来从疯人院别人救他出来之后他就毅然决然就是要到中国来传福音他这个坐船上的时候，他拿的那些文凭化学博士这个硕士那个文凭全都扔到大海。然后到这个福建之后，他就从那个乡下的督导开始因为他是一个在美国留过学的人，他来专心的服侍神，所以这个消息呢，就是说大家听了之后非常的振奋，所以第一场布道会人就很非常多几百人，后来几千人、几万人，到处开飞行布道会那时候在中国在国民政府的时候那当时就是 No.1 第一名宋尚节现在在纽约有一个叫恩典院的有一批老传道人，就是经常来这里休息的我去过几次那些人呢都是这个宋尚节的系统的，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各地传福音，然后到老年的时候他们就在这个纽约这个地方来休息都是些老传道人，跟他们有交流非常好。你就看到这个宋尚节博士，他就是撇下一切。刚才读的那个经文呢，就是我把万事看为粪土，这个是保罗所说保罗当时呢实际上是地位名利是非常高他在当时的法利赛人里面是一个大学者，当时的犹太人的文化、希腊的文化、罗马的这些文化，他寄予一身的，他把这一切他全都抛弃，他就信耶稣。信耶稣当时不仅意味着什么都没有，而且意味着你就是一个社会的一个渣子，到哪里去人家骂你恨你。但是保罗他又做到了，所以呢，这个耶稣呢对他的门徒又说，在路加福音18章29、30节说，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或是妻子、弟兄、父母、儿女，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所以我们现在基督徒都知道，我们信主之后会怎么样？会今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这句话就出自这个耶稣基督亲口对他的门徒说大家都想这个今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是不是？但前提条件是什么？前提条件是你要撇下一切，你要撇下你的父母家产，把这些撇下来之后，又有什么？又得到百倍又得到永生得到永生大家都好理解，得到百倍什么意思？
当然，这个品先呢，不是说像出家当和尚那样而是我们一直讲的是一个次序的问题。我们上次讲这个家庭关系的时候就说，是神是第一位，然后这个夫妻关系是这个第二位，然后是父母的关系、孩子的关系，它是一个优先次序夫妻关系是第一位，那我不是说不要孩子的关系，不要父母的关系，而是要摆着一个次序本下一切变卖一切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把这个关系搞清楚，哪个是第一位，哪个是第二位神呢是在第一位挨你的这个什么房屋妻子、弟兄、父母而已，那可能第二位、第三位、第四位这样摆下去。当我们正式做到我们把一切奉献神的时候，你就会怎么样？在今世得百倍，在来世怎么样？得永生这个百倍呢可能对有些人来说他确实因为信神荣耀神，他在财富上、产业上得到了百倍。有些人呢他可能钱也不多，但是说呢他夫妻关系非常好，家庭有很好的见证。有些人说百倍是什么？他传福音传了1000个人、10000个人，这就是精神得百有些人他建教会他也做得很好这些都是这个精神得百倍。所以说神对我们有这样一个承诺所以在路加福音14章33节说，这样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我在这个网上看了一个故事，就说是一个犹太的一个女子她后来信了耶稣但是整个犹太家族特别反对因为犹太人他是不信耶稣的，他们只承认这个旧约，不承认新约的那个家族是很有钱。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句话就是说全世界的这个钱袋子都在什么？钱都在犹太人的口袋里这个智慧都在我们华人的脑袋里。当然后面一句可能有点自我吹捧但前面一句确实是对的世界的这个银行财产都在犹太人的手里所以他的这个父母家族是有很多的钱的但这个女子呢，她要信耶稣的话那这个家族就要开除她，不要她之后，那你这个继承的这个财产全都没有所以呢，就是说，当她信耶稣的时候，就得到家族的强烈的一个反对后来在她20岁生日的时候那表示她成了，然后就他们家的所有的亲戚过来都祝福她的生日。这个时候，她的父亲就告诉她，就说你现在已经成人了，你要做一个决定，你要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你到底还坚守不坚守你的信，坚守不坚守信耶稣？如果信耶稣那你这个我跟你就断绝关系你就拿着这个圣经，你就走过去就行如果你要回到我们的犹太人的信仰里面，那好我把这个遗嘱都写好，所有的财产都给你。所以那个孩子呢，就在那个生日 party 的时候面对那么多的人，他就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见证就讲他信耶稣的这个情况。那个经过讲了之后呢那些犹太人都非常的震惊很多都鼓掌有的人也觉知但他自己讲完这一切之后，他自己拿着圣经呢就走出了家门。这就是宁愿抛弃一切像这样的犹太人呢，现在每年都在增加包括在以色列这个国家也有很多人犹太人的这个基督教堂在这个美国，我有一次去波士顿有一个教会它就是有一个叫约书亚团契，就是犹太人的基督教会就讲耶稣他们就是说，如果信耶稣，那真的是要跟他们的传统决裂，跟他们的财产决裂有这样决裂的包括我见过的很多的藏族基督徒还有一些这个回族的基督徒、伊斯兰的基督徒，他们信主呢跟我们信主呢，那这个受到的阻力是不一样的本来上次说有一个回族基督徒要过来后来他那个在达拉斯他做生意做得忙得很，他一直说推迟，到现在还没被领所以我们看到呢，就是说真的是要撇下一切跟随基督最后一点我们看到这段经文讲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拥有宝贝一定要怎么样？要买地买地是什么意思我们要付代价地是什么意思地实际上可以说就是教会
我们有了拥有了教会，我们才能拥有跟耶稣基督同在的生命。没有教会的话，那你这个宝贝也没有。所以买地的意思就是什么？你要先跟弟兄姊妹在一起，你拥有耶稣基督，你才能拥有这样一个福分。我们现在人们对这个教会现在看得越来越轻，因为现在个人主义嘛，觉得我个人和这个上帝交通就行了。但是呢，这种呢，神是不喜悦的。我在这个中国的时候也是到处去讲，很多地方。这个礼拜天呢，我都是坚持去教会。但是有一次呢，我在苏州呢去讲座的时候，星期天下午有一个讲座，但是礼拜天上午的话没有。有人叫我去一个教会我就不想去，那种各种原因。所以我在家里自己读圣经但是我就突然呢，这个背特别痛，这个背这个腰这个脖子就痛得要死的时候，我就当时就感到这个肯定是神的一个管教，神的一个谴责。后来就是坚持这个聚会呢，你就觉得就是说，这是神所喜悦的。最近我在看一个书，就是讲这个美国的这个青少年尤其基督徒的这个孩子。这个信仰的背叛非常的严重他就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说你把这些小孩子就是高中要升大学的小孩子，你排名100，给他报数1、2报数。他说报1的，所有报1的以后都会背叛信仰或者说所有报2的，就是说50%的孩子离开家庭上大学的时候都会背叛信仰。现在就是这样可怕他们现在在高中中学、小学的时候，他跟父母一块去教会都非常好但是为什么一去大学都那个呢？他们还有一个调查数据，就是说，每到周4、周5晚上的时候，大学附近的这些医院里面都要准备大量的新鲜的血还有各种的这个袋子那个袋子干嘛？他说。那个学生过周末的那个晚上是出现各种车祸最频繁，喝酒还有那些女的受了这个性侵犯之后，这个什么输血还有各种收集证据还有打架的时候头破血流就是那大学生呢过周末是那个医院最忙的时间。而且呢，他有一个统计，就是说，每年那个大学生买酒要花几十亿美元。这个超过他们买那些各种饮料这些东西。他们一到大学之后呢，就是说，他就离开了教会。在那个书上也讲，就是说他们在这个小的时候从小在这个主日学这些上那个有坚定的信仰，但是离开父母之后，就住上了一个小州这样一个小州狂风就让你飘，然后他找不到一个停泊的地方就是在那个大学里的时候。他的这个小船呢也没有一个港湾，所以这个小船呢很容易给倾覆所以现在美国的教会提出研究的一个问题，就是青少年的这个信仰怎么样保持？他们在大学里面如果有一个好的一个教会的生活，将近1半呢就是基督徒的孩子而且他从小是受过洗的孩子，到大学的时候有1半就要流失而且干很多的这些坏事。喝酒吸毒打架堕胎非常的严重。这里面就讲了一个教会的一个作用所以在这个以弗所书3章18到19节写，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这里讲的是我们要跟众圣徒一块。教会的本意是什么？教会的本意就是神呼召出来的一群人一群人在一块。所以神叫我们跟一群人在一块来体验耶稣基督的爱。你在教会里跟人的交往之中体验神的爱，在教会里你来服侍神没有一个独立于教会的你的一个所谓的神的爱。哥林多前书3章9到10节说的，你看，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
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这个讲的什么？讲的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是田地，耶稣是根基。保罗呢，他是传道人，传道人来了之后，把这个田地怎么样立了根基，然后我们呢就有很好的一个发展。这个田地呢，就是我们讲的，就是说，那个发现宝贝的人一定要买一个田地。田地是什么？就是这个教会。所以最后呢，总而言之，我们就通过这两个比喻我们看到神的恩典的这种宝贵，值得我们来付出一切。而且我们知道我们要使这个宝贝拥有在我们的手里我们必须要买田地必须要有一个坚定的一个教会的生活，必须要来建构教会。好，来我们祷告。在天父，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你的恩典随时有你在我们看到这个寻宝的人发现了这个宝贝是何等的欢天喜地，欢欢喜喜我们也看到主这个一直在寻求宝珠的人终于找到他一生中所寻求的终极。这个宝贝就是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生命的力量赐给我们生命的方向我们在很多困惑的时候，你指明了道路；我们在很多人生的抉择的时候，你帮助我们；我们在软弱的时候你是我们刚强我们在很多重要的时候，主你来搀扶我们，你来带领我们，你也给我们样式，让我们知道怎样做一个基督徒的样子，结满你的果子。主你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就是我们的标杆我们稳行在高处与你同行是何等美好的一件事情。主求你来坚固我们的教会是那些有起初热心的弟兄姐妹让他们能够复兴起来让他们能够同心合一广传福音让他们来在这个神的根基上能够扎牢能够经营好这块地使自己的田地不致荒芜也来使自己的下一代能够坚定在你的信仰根基上求主保守我们，因为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下周这个周弟兄来讲到我们这个其他的一些事情呢，就这样。